200万一天，200万一天，8个小时。你好，我是阿树。越南小美女带我在越南首都河内逛吃逛玩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想看我视频的朋友了解，大多数时候阿树都是一个人旅行。今天在大学学中文的越南女孩小怀将和我一起探索越南的街头美食和名胜古迹，所以这是一集既特别又比较简单的影片。如果你想看更有信息密度的内容，请留意阿树下集影片，我将探访越南首都河内最首屈一指的顶级富人区，大概能刷新你对越南贫富层面的认知。一日之计在于晨，先从一顿美味的早餐开始。小华带我来到一家他私藏的小店，这是一家藏在越南河内老城里面的一家小店，店虽然不大，但是很受当地人光顾。这是阿树闯越南第32集了，可能屏幕前的朋友会有疑惑，我怎么又来到河内了？在游览完越南千年古都宁平省华旅市多天后，当我终于准备出发越南中部时，却因为牙齿的原因回了一趟中国，并探索了风水期的亚洲最大跨国瀑布，位于越南中国边境的得天板约跨国瀑布。游览完之后，我就从广西南宁第4次入境越南，并来到了首都河内。通行的过程我没有拍到影片里，毕竟已是1个多月的时间内第4次入境越南了。这里面是什么呀？竹笋，还有猪肉，他们是用猪肉的排骨肉做的丸子。我看你学中文很久了。怎么知道？高中就开始学中文了，高中3年，大学4年，然后毕业4年嘛。你大学也是学中文的吗？对啊，中文系。哦。那总共11年了。好吃吗？哦，好吃好吃，这个丸子很给力啊，挺入味的，但是不会太咸了。冲这个丸子，我就能理解这家店生意为什么这么好了。你去过很多次中国啊？我刚去云南回来。云南去了哪里？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你最喜欢哪里？都喜欢，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好啊。你在丽江有艳遇吗？什么意思？艳遇。艳遇是什么？艳遇就是美好的遇见。好像我懂你的意思，应该没有。开玩笑的。这个丸子是挺好吃的。我试一下这个笋啊，这个笋很嫩，特别软。现在呢，小华要带我去参观河内的一个知名景点，哪里？文庙国子监。那里是什么历史？那个地方是越南的第1个大学。就古代第1个大学。是。我平时我现在不学了，因为已经毕业好几年了。本来我工作就需要中文，每天都说中文。马上到了。因为我有很多客户都是中国人啊，然后跟他们工作啊。台湾也有然后有时候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有很多华人。在前面宁平省华旅市的影片中，咱们曾聊到宁平省华旅市是越南首个南北统一皇朝的都城及丁朝的都城，而直到李朝开国皇帝李太祖时，才把都城从宁平省华旅市迁到了升龙及今天的河内市。因为河内呢比华旅市地势更加的开阔，迁都后李太祖立马要求在城内新建孔庙，后来到了公元1070年建成了文庙，并供奉儒圣孔子，并于6年后在文庙旁修建了国子监。这里好秀美啊，这地方。对，已经修过了。今天天气好，我之
天来都下雨。就前几天，我工作是导游啊，每天都有个人来这里参观。那你能介绍一下这里吗？他专门是给各位皇子啊，然后大臣的孩子来这里上学，然后主要是儒家思想。一直以来自古以来就沿用汉字了，是从了法国殖民越南以后呢，才慢慢的摒弃汉字，改用这个现在的越南语。1945年之后的吧，开始用现代的越南语。如果我们翻开史书去查阅儒家文化圈，会了解到，除了中国，包括越南、朝鲜半岛、日本等地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亦称汉字文化圈或中华文化圈。上面这些都是那些说是就是好学生的才可以记名在这些上面。这相当于中国的就状元是吧？事实上，越南历来没有状元之说，所以这两侧的进士坊呢，只为进士刻立石碑，坊内立有82块进士石碑，记录了从1442年到1779年337年间82届科举考中1306名进士的姓名和籍贯。我习惯了自己一个人拍摄，所以我既然有个人跟着我拍摄，我还是感觉很新鲜的，挺好玩的。之前没有人陪你拍吗？以前跟朋友一起拍过，跟越南朋友还是第一次拍摄。真的？真的。那之前你来越南是跟中国朋友来？在越南我都自己一个人。我没去过，没一个人旅行过，我应该不敢。不敢？女孩子嘛，怕被拐卖啊。里面是卖孔子的。所以我们来到越南就感觉文化上很接近啊，就感觉不会觉得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的感觉。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交趾郡开始，儒家文化便开始系统性进入越南。至唐宋时期，儒学在越南日益发展，逐渐成为治理国家、选拔人才、教育人民的主要思想体系。哪怕后来越南摆脱了中国开始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之后呢，历朝历代呢也广泛沿用着儒家制度如建立科举考试制度、设立文庙祭孔等。这就是之前这所大学的一个我们崇拜的一个人物，叫孔子。我们那时候是讲说儒家思想。我们来看一下越南的文庙，在边上还有一个屋子，这里介绍了文庙的一个历史演变。这个是越南的黎朝吧，一直到就各朝各代都有它文庙的一个变化跟作用。这在1802年到1945年，这就是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的一个文庙的历史。我们能看到，在1900年在法殖民的一个统治下，这里成了一个教小号吹奏的学校，而到了1903年，这里成为了瘟疫的一个隔离地。现在是夏天了，暑假，所以很多学生会安排给学校的学生来这里参观。哇，这里是一些
古代之前的考试，就是在文庙里面进行考试的一些历史影像。是的。科举考试第1名叫什么吗？第1名叫状元。状元。第2名叫榜眼。榜眼。啊。古书啊，那你在学校的时候学中文是学的简体字还是繁体字呢？我在学校学的是简体的，我不会。那繁体字你能认得出来吗？能认得出来。哦。因为我也有跟台湾人有工作过，所以有时候跟他们打字也要打繁体。之前他们是在这里面考试。哦。就是为了防止作弊哈，做了一个这个盖子。原来是这样。现在我们参观的河内文庙，即是越南最早的国立大学国子监的所在地，是越南儒学的象征，与北京孔庙、南京夫子庙齐名。越南历朝历代都设立国学、郡学等教育体系，传授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与中国的传统教育一脉相承。从公元11世纪开始，越南的李朝开始模仿中国设立科举制度，选拔进士治理国家。这一制度延续到1919年，长达900多年，成为了越南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基础。在古代的越南，儒生被视为国家栋梁，拥有高度的社会地位，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文化十分的相似。这个叫奎文阁。科举试提名记，车书共道会天下，移民碑亭。有水则灵。进。逛完文庙了，现在小华要带我们去吃甜点。吃甜点。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特别是夏天。不胖啊，哪里不胖啊？主要越南女孩子太瘦了，越南女孩体型都是小小。是的，越南吃饮食很清淡哈，都是少油少盐的。我朋友也有一个这个，对，现在越南很流行这个自拍，他们是买这个做 vlog。vlog。哎，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叫小怀。害羞，他教我南宁的方言。白话。Cantonese， 就是爸爸那个广东话。就是他们喝酒的时候会塞。了。啊？有吗？猜拳吗？对，猜拳，喝酒塞，然后了。它就是有类似于龟苓膏啊、清凉粉啊、清补凉啊，要加一些这种椰丝碎。对，新枣。好。3万越南盾一杯，看一下。这里面感觉特别多料，是糯米团，
应该是珍珠，像珍珠啊，像珍珠一样的莲子啊。是，对，这个是莲子。黄色的是绿豆酱，然后这个龟苓膏，还有椰丝，一些红豆。怎么样？有点甜。我们小时候吃这个还要放一个香蕉油。香蕉油。对，放那个香蕉油进去会更香。叫香蕉油，但是它像水一样，但是它有那个香蕉味。香蕉做的。对。就每一勺它都不一样。我一般吃不完这个，吃不完这一杯。每次都吃不完。告诉我，它在越南叫夫妻饼啊，就是越南人结婚必吃的一个喜饼，就国内叫喜饼。这里可能原料一样，但是颜色它弄的不一样，所以叫九层饼。越南的结婚必吃小吃啊，就是吃了就可以永结同心，百年好合。像果冻一样。像果冻一样。对，但是不冰，不甜。不甜。对，不甜，一点都不甜。在老家那个夫妻饼甜很多。这个是1万越南盾，大概3块人民币，我们都吃不动了，吃得太饱了。去镇国庙。镇国寺。镇国寺啊，好像在西湖上是吧？对，这是西湖边上。啊。晚上很多人来喝咖啡啊，喝饮料什么的，适合约会的。哦。对，晚上去那里，好多狗粮了。白天过去没人。我们来到了西湖边上一个古色古香的寺庙，叫镇国寺。到了门口发现有点尴尬，小华进不去，因为她穿的裙子膝盖以上啊。这里有要求，就是不能穿短裙进这个寺庙。等一下。镇国古寺关门时间呀。关门了。关门啊！镇国古寺啊，它是一个小岛上的一座古寺，它现在中午时间闭门了，到下午1点半才开门。因为中午12点那时候来的时候关门了。这里，这个慈悲路方便门，咱们从慈悲路进吧。只求慈悲不求方便，这个是免门票了哈，还挺好。镇国寺坐落在靠近西湖的一个小岛上，是河内最古老的佛寺。最初建于公元6世纪的前黎朝统治时期，名为开国寺，意为开创国家之寺，象征国家和安定的佛法护国。最初选址在红河岸边，后来由于河流的侵蚀，该寺呢在1615年搬迁到了今天西湖上的金鱼岛上，即今天的所在地，并改名为镇国寺。一条小堤道连接着陆地。镇国寺内有一株著名的菩提树，其树种切割来自印度菩提迦耶及释迦牟尼顿悟得到的那棵菩提树，是1959年印度总统访问越南河内时赠送的礼物。镇国寺里一个核心看点包括眼前的这个11层莲花宝塔，它是建于2003年，为了纪念释迦牟尼佛，高15米，每层4面，共有66尊佛像，顶部是9重莲花宝座。因为现在啊，越南对南亚国家这个签证的话也很便利啊，所以越来越多的这个南亚国家的游客也来到越南旅游，比如像印度。镇国寺在越南多个王朝时期均受到重视，
历代皇帝多次修缮，成为河内最重要的佛教圣地之一。镇国寺不但是皇家祈福的寺庙，也是历代僧人讲经弘法的重要场所。镇北寺住持僧，施财积福，十方大作证明。这个应该是募资捐款的一个石碑，1939。凤雏堂，镇国古寺，寺庙，这里有一个镇国寺碑记。正气因为，慈人广大。So this Buddhist temple was built in 6th century. At first, location not here, but in the 16th century, typhoon, landslide almost damaged the temple. So local people, and bringing statue from former Buddhist temple to this island, and they built the temple here. Of course, the temple at the moment you can see totally new, but I mean the history. Okay. 这个石碑就不是汉字了。西湖上的鲤鱼，小孩告诉我们，西湖一圈呢有10几公里呢。对啊，10几公里。这里我听说是越南河内这个富人最聚集的地方哈。富源区。富源区啊。富源区。你以后就在这里定居了？没钱买，这里房子贵，应该最贵的是黄建湖，然后第二是在这里了。啊。房价高1倍。为什么？因为不懂。小孩说今年西湖边的这个房屋价格比去年翻了1倍。你知道西湖边的富源区主要住的是什么人吗？住了什么人？这边外国人很多，欧美人来这边住的很多。我看资料说是这里的富源区主要是一些外交官聚集地，包括一些这个政府的政要，反正非富即贵吧。或者如果一般人有这边的房子也不住，他们给别人租出去，可以赚钱。那你在那边跟弟弟租的房子是多少钱呢？400万1个月，还养2只猫。养2只猫？对，我觉得房子太小了，我想换，但是要得接多一点的导游工作。越南河内的西湖被称为是城市之肺和千年文化湖，它面积有500公顷，约5平方公里，湖岸线周长约17公里，是由红河的古河道演变而成。它是河内历史最悠久的地标之一，是越南自古以来的皇家园林和文人雅士聚集之地。根据这个越南的史书记载，西湖周边自古是皇室贵族僧侣高级官员的聚居之地，被誉为河内的文化灵魂。
小华来这一家咖啡厅坐一下休息一下，这个是一个有很好的湖景观景视野的一个咖啡厅。取咖啡。这是我在这里最喜欢的。看一下哦，它这里有一些类似于龟苓膏一样的凉粉，还有冰块。越南大概我都去过，国外的话我才去泰国、中国，其他地方你觉得越南女孩最想去哪个国家旅游啊？就是你的韩国吧。韩国哈。韩国和中国，韩国应该最受欢迎。然后最近去中国也多，因为最近去中国比较方便。为什么？就做个见证，然后直飞啊比较便宜啊，去韩国机票肯定贵。以前去中国没那么方便吗？以前去中国做见证应该没现在那么方便。中国的什么小龙虾？小龙虾。对，小龙虾。然后北京烤鸭之前也很喜欢，但是现在吃太多了，对不对？牦牛。对，牦牛火锅。对，好吃。好吃。牦牛火锅好好吃，那个牛肉好嫩哦，很好吃。是啊，我才发现原来越南女孩也是有被催婚的压力的。在我看来，小孩还是20多岁，还是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啊，就已经面临被父母催婚的一个情况。接下来你要带我去什么地方？带你去西湖府吧。一般在河内的话，农历1号或者15号都很多人来那里拜拜，烧香拜佛。对。哦，所以我们也去拜一拜。找到一个好的结婚对象。找到对的人。找到对的人啊。一定可以的。比如说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如果长得帅就更好，不用太帅，就一般般就行。但主要是要对你好，对我好一点，稳定的工作。在哪里？离家里近一点更好，因为我爸妈都希望我能嫁的比较近一点，然后可以经常回来看他们。嫁太远了就会很少机会回家。幽默一点，不要太凶，这样差不多了，完美。我听到你说越南语，好像是那个软软的感觉。好听吗？是的。Chúng mình chuẩn bị đi Phủ Tây Hồ vì ngày mai là ngày 15 là âm lịch, nên hôm nay bọn mình sẽ đến trước một ngày. Ngày mai anh ấy phải đi Huế rồi. 我说，如果情侣如果一起开摩托车跑完西湖一圈，就可以在一起很久。由于偏长的原因，后面的内容将在后面的影片分享。以上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拍得不错，不要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